新北市贡寮区位于台湾东北角，也是台湾地理位置最东的行政区。青山净水是贡寮的一大特色，草林古道、沙雕艺术节、海洋音乐季以及龙洞，每到夏天总是会吸引许多观光客逐山海而至。走着夏日贡寮必备的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哈哈台带你来到贡寮区，带你一起来看看上班时间的贡寮区闲人。首先，这位开槟榔摊的老板叹息着贡寮的发展。这边这几年来比较稍微落寞一点，到晚上6点7点之后，你看街上没人。礼拜五晚上飙车族就很多啊，重机的跟那些夹娃那些蹦蹦的人多。跑山圣地就对了啊，其实这边也是蛮好飙的啊。那你飙过吗？我以前玩过，但是现在我看到他们，我干掉他们，好死人。这就是退休山道猴的逆袭。你有想说要去福隆或者是奥迪那边生活吗？我没有那种想法。以福隆跟奥迪来讲啊，你骑个摩托车还骑个脚踏车一起就到了，也是可以到。啊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啊，你说好了，现在我们举例来讲，譬如说以现在的这种，现在就是 ID 最流行了。ID， 对啊 ID 是什么？就是啊 AI 啊，哦 AI 对不对？你像啊，我3年前这个黄仁勋那一回来，我说完蛋，你们如果没有买这种股票的人都会死。大哥转换话题的速度快到连 ID 都跟不上了。福隆的这位大哥则是非常热爱家乡。你感觉贡寮区安怎？Number one 的，福隆才是 Number one 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阮这有一个海水厂，嘿，有这间庙，哦，有过一个海。奥迪没有，不是也有海？奥底是干那迄个港尔，过来是遐开这海产店，遐有诶无安尼尔，剩诶也无，嘛是无山遐好。比起这些琐事，贝贝的眉毛有一点抢戏。你的这眉毛是什么时阵用的？去年啦。去年用的哦。开钱用的啦。钱这开无咯。徐公你这眉毛很帅啊，很浓。很帅哦，敢若蜡笔小新咯。你听到你讲要掐眉毛，伊有就惊讶的无？伊讲别，大哥你车安尼哦，才有安尼雄气霸气种的安尼哦。一言不合就把自己变成霸气蜡笔杯。进入正题，贡寮到底有什么特色呢？林甘会食福隆便当。会啊，车站有一家阿生便当，加分量大的，蛮好吃的。那你觉得福隆便当哪里好吃？Fulong, like they have the taste of the rice is very different. It's just a different consistency and a flavor to it. 它里面就是有高丽菜，然后3层肉，有一个肥肉跟一个瘦肉，然后有香肠、卤蛋。做便当都有这些东西？对啊，对我也没想过。1950年代晚期，台铁开放业者于车站月台贩售便当，以价格便宜、菜色丰富吸引旅客购买。随着各地公路的逐渐发达，铁路便当的市场随之消弭，而福隆便当就是少数具有特色留存的便当之一。这位是开福隆便当的老板娘，就是福隆便当都会讲到特别讲到一片肥一片瘦，对，它的重点。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一片肥一片瘦，是一个鸡腿，那就不叫福隆便当了。鸡腿就是鸡腿便当哦，很多年前就是他们来这边买便当的话，就是最主要方便。来骑脚踏车想说就吃个便当就很方便，又可以吃饱这样子。很有名的便当就是福隆便当跟池上便当，想说你对于这2个便当你怎么看？但是人家跟我讲说池上便当没有说很好吃，我觉得饭也很重要。池上便当的重点是他们是用池上米耶，池上米不是很厉害吗？也不一定哎。那你们用哪里的米？我们当然用好一点的米啊，不能讲啦。福隆便当的米可是比池上更厉害的呢，而蜡笔杯也是以福隆便当为傲。你感觉福隆便当安怎？你有吃过吗？你这个问题是假问的啊。你感觉讲这是福隆之光无？对啊。你感觉池上便当加福隆便当？池上较是好食，人伊的池上便当是迄落碟啊有哦去破的，人去食袂油袂啥。咱普通的便当店是拢都纸油腻腻啊，池上便当上好食。福隆便当叛徒。除了福隆便当外，海鲜似乎也是贡寮的特色之一。咱奥迪这个所在本身是鱼港，我伫台北我就食鱼啊，我回来到食。所以奥迪的海鲜比较厉害吗？比较新鲜啦。你海景多久，你看有青无青，你该知啊。那你们在市区假设真的吃到海鲜，你们心里都是怎么想的？
我都丢掉。海女，一种源自于日本的古老职业，近海一带的妇女时常潜入海底捕捞海藻、贝类等等，以贴补家用，也因此发展出独特的潜水技能。海女在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一，而贡寮正是台湾海女的故乡。于是，盖瑞在澳底找到了一群正在聊天的阿姨，试图探寻海女的故事。咱家家都有海女，海女会吹人了，嘿，吹嘿。啊啦，恁两两钱啊，就对半里面后门那跟那钱，你那跟那我遇到了访问最大的瓶颈，我刚刚没有一句话听得懂，我只听得懂实话，现在没有在踩了，现在已经没人在踩了，剩下我都听不懂。盖到亏没关系，人各有长，我们 fighting。但很幸运的，杰尼在小香兰碰上了一位正在采收的海女。你这是谁给你改啊？我家出世的啊，妈妈是海女啊，爸爸是海南，15、16岁啊，我就来做。我都爱海边啊，所以就算不抓石花菜，你也会去海边玩啊？对啊。我可以知道说这袋，假如你把它晒干了，这样大概多少钱吗？差不多10斤左右吧。10斤哦，那现在1斤能卖多少？1斤哦600啊。哦，我女儿不喜欢。她阿公说这个钱很难赚，我们不要。贡寮到底有多少海女啊？我们马冈现在目前是有3个而已，一个82，一个70，我50。所以你嘛打算要做到90岁？无啦，我90岁两年前啊。假如现在有个年轻人看到影片啊，他也想要当海女或海男，你觉得有什么条件？我给他拍日头，还是安怎？你无拍日头，拍啊乌。那我都做海女。对，我拿安尼我白白你用。人嘛唔知你是海女啊。要一看就知道安尼。对啊。而除了海女的文化之外，潜水似乎是许多贡寮人的共同回忆。我们这边的国小人数很少，我的同学16个。我们会去福联国小那边练习浮潜，我们是跟那个福联国小合作，2间国小一起。对，因为人数不够，所以凑在一起。国小的时候，我们是浮潜毕业典礼。哇，很酷哎！所以你们的毕业证书在水下？对。福隆国小同学的毕业门槛也太高了吧？此外，他还加码分享了一个比较困扰的部分。大家会搞混，就是贡寮跟福隆，他们都会以为是同一个地方。就是他在写贡寮海洋音乐季，他不会写福隆海洋音乐季。但很多人都会坐火车坐到贡寮，其实要坐到福隆才可以到。今年是办在哪几天？19、20、21。那天除了在就是贡寮音乐季，在台北其实还有一个大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是我们哈台要办一个市集叫仙人路。哦，是哈台的市集。好，那你会去哪一个？我去贡寮海洋音乐季。谢谢下面一位。贡寮国际海洋音乐季自2000年开始，每年夏天于福隆海水浴场举办，吸引大批的听团仔前来朝圣。现今许多知名乐团也是在此发迹。你自己有在那边听过音乐吗？哎呀，一年都没有热闹，年轻人在那里乱叫、乱哀呀、乱唱呢，我那看那个不习惯。都会塞车，很麻烦。那你个人是喜欢贡寮音乐季的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。但福隆便当板娘持不同意见。去年还前年有说音乐季要停办，你有看那个消息吗？有啊。我蛮好奇你们当地人，你们到底当下反应是怎样？当然希望要办啊。我曾经也有拿去那边卖，也有卖很好，但是很累。现在音乐季没有像以前音乐季很多人呢。真的、哦？因为他请那个小咖的啊。小咖。以前那个张惠妹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那比较大咖人就很多。以前还有谁？还有那个什么名字？什么？几个字？哎，那个什么名字？就是要请大咖一点，不要再请小咖啦。你小咖也没关系啊，就是你要有一两位大咖的，才会带动那个人潮哎。如果今年要再办的话，要请个大咖，你想要请谁来？啊，嘿，大咖可能请不起了。阿姨在此拜托，下次请张惠妹还有那个什么来吧。除了福联国小潜水毕业外，贡寮区的国小似乎也各有特色。奥迪国小就是每一年都有一堂课是在学舞狮。有，你看得到今麦全台湾迄个金狮团呢，拢是从这里出去的。真的假的？可是现在的舞狮跟以前的舞狮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们以前比较传统，会打气声啦，脚步会不一样啊。现在的就是可能比较创新了。于是我们实际寻访到在奥迪国小上课的宝弟。宝弟，你几年级啊？3年级。你
有加入朗塞了吗？早就加入了啊。朗塞有什么重点？要记住什么事情？左3右3前3。什么意思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做6下，然后起来，然后再1、2，然后再起来，然后再换身体。啊，现在的就是可能比较创新的。咦，kurasaki 这种我爱你，kurasaki 我爱你。这位是宝弟的妈妈，她是因为热爱奥迪搬回来这里生活。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怎么说？半退休吧。我可以问一下你今年几岁？你觉得我几岁？30到35啊。30到35，真的。对啊。宝弟帮妈妈买糖果。40了啦。哦，对，那真的保养得很好。谢谢，因为这里好山好水好风景，所以才有办法这样设置。也不是本来就是出生在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地方，就会天生丽质。没有啦，你刚刚是要讲天生丽质吗？嗲嗲哈。你自己会吃福隆便当吗？会。啊，一定啊，一定要吃啊！基隆跟奥迪的东西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，我只能说全世界。去台北啊，台北是那种坐落去，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手卷还是4、5百或什么，加哦，还是等来加后2便当后难吃。我今天访问到其他人，他们有说那个福隆便当是游客在吃的，就是这里人不怎么吃。他们可能是不常去外地，因为就是老饕嘴都惯坏了。不懂福隆便当的，请多去见见世面，谢谢。宝弟妈突然要带我们找一位从板桥搬来的好姐妹，她要告诉我们共聊音乐季的小秘密。那你们是会去听的吗？我不会去听，我会去工作，当工作人员。在共聊音乐季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？就是沙滩有很多钱可以捡。我们是进摊人员，有时候走一走，踢到钱赶快捡起来。那你捡到最大笔的钱是多少？少的啦。多少？几千块。几千块也很多啊！你们会因为就是共聊音乐季，然后就是可能塞车或什么会困扰吗？基本上我们是会觉得好像人很多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们都在做生意，所以我们会很开心。那我问你，板桥耶诞城 VS 共聊音乐季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耶诞城好像越来越 low 了。结论：共聊音乐季有得吃，有得听，有得玩水，还有生意可以做。更棒的是，还有钱可以捡赚。你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微波炉吧？知道，知道铁的东西，是金属的东西。只有许巍老师不知道吧？许巍老师不知道吗？你有看《康熙来了》那一集吗？很刺激的那一集。他把那个什么东西放到微波炉里面，他不知道那个东西会烫，他就直接拿，不是吗？他放在烤箱，然后他不知道会烫。叮，大楼好高兴，我一打开我去拿，就那个盘子好烫因为我之前的室友就不知道，然后那次就是我在那边洗碗，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在微波东西，我听不对，放到微波炉的声音，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发出玻璃的碰撞声，我听锵锵锵，是金属的声音，马上放过去，转过来看，干他拿那个铁的碗在那个微波，我关起来，我说跟你这不能微波啊！各位乡亲，咱 Podcast 的完整版，请上各大平台搜寻哈哈日记。太 original。